身体可以阉割，精神永远勃起。我看到了中国最好的电影，这是中国顶级导演留下最浓墨重彩的一笔。湖南湘西芙蓉镇的米豆腐是一绝，大米做成的豆腐切块焯水，葱花清脆点缀，高汤滚烫热气扑鼻，黄豆花生炸得金黄酥脆，还有必不可少的一勺辣子。老板娘芙蓉姐胡玉音漂亮大方，两手端得满满当当，有时刻嬉笑着开荤腔。胖了没有？胖了，好险辣得你肚脐眼疼。我肚脐眼疼，气得你给治治。引得整桌人哄笑，他也不生气，只嗔骂着送上白眼。这座挂在瀑布上的千年古镇，没人不好这一口米豆腐。时年1963，昔日文化馆馆长秦书田，如今已成右派的秦颠子，总是偷摸靠坐一旁，接碗都得起身弯下脊梁，吃完还会帮老板柜柜收拾碗筷。一身军装的黎书记颇为俊秀，面带笑意直奔胡玉音而去，自是一派亲昵热络，随手帮着收钱，看个营业额也是旁若无人的低头耳语。黎书记妻子在旁看得怒火中烧，拉扯着孩子拿眼神冲俩人飞刀子。村中第一懒汉贫农在这儿收了上千碗米豆腐，还得拿无聊当有趣的开芙蓉姐玩笑。玉音丈夫贵贵听着听着就冷了脸色，一啐了之。梁战谷主任是退伍军人，回来都是潇洒利落的扔下长枪，再就着玉音暖和的笑意和炉火点烟。懒汉伴随着全村人好吃懒做的嘲讽，抹嘴，吃完白食儿就敲敲打打的下发通知。不过片刻，以秦颠子为首的五类就上了广场，在黎书记的主持下集合报道。倘有富民病倒，自有其孙怯生生的顶上。黎书记妻子边晒谷边啧声：造孽呀！阶级斗争，看样子，起码要搞3代了。批评结束了，秦颠子唯诺着问上一句：今天的标语是写仿宋体还是等线体？然后就一笔一画的涂描标语，还得欣赏一番，十分懂得自得其乐。玉音夫妇将日子过得红火，买下了旁边懒汉的宅基地，每天兴致勃勃的量尺寸，打算盖新屋，搬砖扛木，挥汗如雨，泥污满身，忙得精疲力竭，还得起早贪黑做米豆腐。秦颠子细致讲究的临摹画花，转头抽上一口贵贵递到嘴边的烟，一点烟灰又误伤了队友。玉音笑得越发开怀，给二人倒上大碗米酒，新房落成，敲锣打鼓，宴请全村，烟酒茶堂应有尽有。黎书记抽着玉音的烟，满眼都是溢出的喜爱，一番番笑闹不止中。谷主任也爽朗着说吉利话：人财两旺嘛。秦颠子却在村口满目忧愁，懒汉领着3两，浩浩荡荡的朝家赶去。特殊时期，国营饭店经理李国香届时做了商务局科长，来村第一件事儿就是在懒汉家跺着破败的地板感同身受。同志们，解放都14、15年了，而我们的土改根子王秋社，他们并没有彻底翻身，这是什么问题？不抓阶级斗争，不搞运动，怎么得了？下一刻就看着远方，满脸审视，冷若冰霜。玉音家门口鞭炮齐鸣，饭菜暖烘烘的热气间，村民齐聚，热闹鼎沸。玉音通红了脸色，左右躲闪。黎书记爽快接酒就要替喝，尽管这份担当让他的妻子脸色更加难看，可全村气氛却更加火热，直逗得玉音更加娇羞的四处鞠躬致谢，才欢欢喜喜地结束了热闹。将一切尽收眼底的科长李国香扔下一句话，就开始了行动。富的富，穷的穷，这就是农村的2级分化。召集人给懒汉王秋社修整房屋，再踱着步找上了玉音。新楼房窗明几净，贴满了漂亮美好的红对子。玉音对镜贴花黄的时候，很是惊慌的迎接了这位新上任的女领导。夫妻俩端瓜果倒开水，忙得不亦乐乎。李国香拿眼角打量了玉音几眼，就挂起笑容，拿出早就准备好的账本，步入了正题。你每需大约卖500碗米豆腐，收入就是50元钱。1个月6需，收入是300元，再给你扣除100元的成本费，还剩下200元。吴姨，你的收入可相当于一个省级领导的水平了。这话把玉音吓得大气儿都不敢出。我们这都是小本生意，别让我们过日子稀里糊涂的，也没怎么算计。李组长，我们有营业证的。李国香点到为止，又换了个问题。玉音越发提心吊胆，这年头对错都是上边一句话而已。这新屋的地基是雇农王秋社的土改果实卡，门上的对联儿
也是出自反动右派秦书田的手笔。粮站主任古燕山每期都从大米厂批给你60斤大米。玉音总算找到话头反驳，那不能算是大米，是碎米谷头子。镇上好多单位和私人都是买去喂猪的。李国香冷笑一声，抓到把柄，振振有词。别人买去喂猪，卖给了国家，你呢？你买来碎米谷头子，把它变成了商品，肥了自己。不给玉音一点开口的机会，他转过身，施施然离开了。桂桂呆立房中看着妻子，更加无措。当晚，村中开运动大会，李国香合上小本，挺胸抬头，格外颐指气使。秦书田首当其冲，这就是芙蓉镇大名鼎鼎的秦书田，秦癫子。文化馆长成了人人嘲弄的癫子，他只是越发恭敬，任何指责都照盘全收，满口是和对。李国香讲话也越发阴阳怪气儿，让秦书田写标语的黎书记做了静侯的鸡，撇过头，满脸不快。在玉音夫妻揪心的不安中，李国香提起了小摊贩和某些干部。这个小摊贩2年09个月以来，累计的纯收入是6600元，6600元。这样的金额一出，下面早有坐不住的围观群众。而我们有些干部却支持他走资本主义道路。谷主任听不得这样的指桑骂槐，甩着烟袋，头也不回地离开了。上茅房。下面人群笑声更大，李国香的脸色也愈发难看。夜色过半，小雨淅沥，玉音夫妻在廊下发愁。桂桂有些怯懦的小声劝慰：“还是想个法子，把新路脱手吧。谁让我们只有住烂板屋子的命呢？”放屁！玉音赌气地捶打丈夫，他们每日疲惫着身躯，起早贪黑，不敢懈怠分毫，一分一毛的积攒，每一块砖瓦上都浸透了汗水。她突然委屈地带上了一丝哭腔：“我们剥削了谁？犯了什么法？你张口就卖心。”桂桂不忍见妻子落泪，连忙哄慰。玉音回过神来，小心翼翼地擦拭丈夫额上的伤痕。桂桂面上带了一丝眷恋与凶狠。只要有你在我身旁，我就什么都不怕了。要饭讨吃的都不怕。你不要以为我是老鼠胆子，你喊我去杀那个，我也干。玉音挽住丈夫，却是止不住的担忧与无奈。你看今天才开个会，就把你吓成这个样子，日后要真有点什么事，你怎么经受得起？夫妻依偎，黑夜中伴着雨声，凄凉孤寂而温暖。辛苦多年攒下的积蓄成了祸害。仔细点算之后，玉音第一时间想到青梅竹马的干哥哥村书记李满庚。他在当，又是个复员军人，能把他那样的？再说，他是我干哥。桂桂尽管醋意滔天，还是同意了妻子所言，预备抓紧时间将玉音送广西老家躲祸端。黎书记忐忑不安地接下了烫手山芋，无人将大会上的话等闲视之。村民再见玉音也不复热络，开始对着女人指指点点，窃窃私语。玉音踢着墙根更加局促，趁天黑就远走去了桂桂的老家广西。李满庚妻子则在家边做饭边吐槽：吃饭睡觉，天大的事啊，这日子还是要过的。运动也要过去的。夜里，李满庚彻夜不眠的时候，妻子也在旁感慨：睡吧，别熏蚊子了，蚊子活的也不容易啊。男人心中惴惴，忍不住将藏钱的事儿告知妻子。醋意盎然的女人很快就燃起了熊熊怒火。好啊，大过去找上门来了是不是？这屋里要发灾倒灶了！你这个没良心的，我这样待你。这一夜不眠，夫妻吵架摔打，女人哭闹，孩子喊叫，男人崩溃。反正我怎么也不想活了。老天爷，这世上你不睬我，我不睬你，就混不下去。钱财散落一地，仿若宣告那个年代破碎的秩序与民众精神。李满庚对着炉火满眼泪光。曾几何时，他与青梅竹马的玉音也曾两小无猜，天真烂漫，约定此生非君不娶，可却在上级的苦口婆心中率先放了手。要严肃的考虑，要么保住长级，要么去娶一个开小客栈老板的小姐做老婆。
含着泪，眼见心爱之人另嫁，如今还要在时局动荡中将之背叛。烈火的噼啪声中，李满庚痛苦地俯下了身子。次日清晨，李国香就看到了整整齐齐的1500块。他与王秋社俱是瞠目结舌，很快合上窗户，松动了表情，听李满庚坦白。李国香率先找上了粮站主任古燕山，停职在家的古主任无可检讨，纸上一清二白，不进点滴墨水。李国香步步紧逼，言辞凿凿，古主任只是一言不发地拒绝了女人的点烟，面容强硬，问心无愧。都有证可查，我没得过1分钱的好处。这么干净，没得过1分钱好处，这我们或许相信。但是你一个单身男人，总该有单身男人的手艺。天下哪只猫不吃腥啊？这话听着恶心，古主任目眦尽裂，颤抖了双手，义愤填膺。我能和他有什么关系啊？我能吗？我能吗？女人的神情更加轻蔑不屑，古主任嘶哑了嗓音，再多也说不出来。你把你工作组人全叫来，我当着你们的面，我脱了裤子给你们看！快山，你耍什么流氓？好你个老单身公啊，你还要脱裤子？好，我让你脱，我叫开全镇大会，我让你当着群众的面，你给我脱！我让人逼他，我在战争中负过伤，一场战争夺走了他的能力，却是他保卫祖国人民的勋章，更是他身为男人的尊严与灵魂的伤害。如今为了自证清白，只好扒开血淋淋的伤口，展现给这些道貌岸然的人，以图换来他们的一丝羞愧。可李国香只是不自在了片刻，就煞有介事的旧话重提。即使你和胡玉英不是奸夫，但李满庚总没有你说的那种病吧？你、胡玉英、李满庚，还有秦书田，你们这帮人是一个社会存在。什么？实际上就是一个小集团。因这1500块，贵贵被李国香等人言语侮辱，多番逼迫之下，这个素来老实胆小的男人拿起了砍刀。可等来的是更加严重的审判。运动辐射全国，玉英在广西遭到盘查，不可久待。他收拾包裹回了芙蓉镇，可小楼被封，贴上了反动的标语。古主任受到牵连，关进牢房。李满庚进县城反省学习。玉英瞪大了眼睛，声音发颤：“那我的男人呢？男人。”贵贵因袭击李国香未果，1个月前不堪折磨自杀身亡，在山头被草草掩埋了事。玉英成了守寡的富农婆，她伏在丈夫坟前痛哭，声声悲切，满目绝望。当秦书田现身安慰的时候，她第一反应就是抗拒怒骂：“快滚开！右派无赖分子！”这样满身的悲切宣泄之后，漆黑如墨的山头间只剩下这个可怜的女人孤单无望的哭泣声。1966年5月，运动正式开始了，举目四望，尽是一片火红与报纸上硕大的人名，带着红巾的小将们热情高涨的四方奔走。南方小雨如绵如针，王秋社以高贵的贫农之姿跻身红卫小将的行列。李国香被推搡着穿过街道，满口求情，连连解释。老古如今无职在身，经历磨难，只是喝着酒冷笑一声，充耳不闻。玉英和秦书田扫完街，站旁边躲雨，一声不敢吭，唯恐被小将们注意到，再加侮辱。李国香成了躲不得雨的反动。小们，听我说，找我肯定是误会了。小将们小手一插，就指挥王秋社给昔日领导挂上了破鞋，紧接着又看上旁边缩起身体的玉英二人。金天子，过来，吴农婆，有鬼蛇真想避雨。哦，对，过来，有鬼蛇真在一块，过来。三人站成一排，自然招致无数的嘲骂与侮辱。李国香四涕横流，分外委屈。雨停之际，又看着秦书田递来的扫帚，恨得咬牙切齿。你反动右派！秦书田二话不说，转身离开。你也是人。
玉音仿若躲避洪水猛兽一般，迫不及待跟着离去。此后很长一段时间里，他们的工作就是日复一日扫街。清晨烟雨蒙蒙，初冬暖阳高照。每当扫帚悄悄相碰，秦书田就会柔和了眉眼，揽过活计。好了，让我来扫吧。运动轰轰烈烈，王秋社借着形势上北京参观开会，成了村支书，拿着小红本，喜气洋洋的衣锦还乡。李满庚成了秘书，有一搭没一搭的协尼新支书，饭店举行接待活动，大加奉承。王秋社将北京之行大肆吹嘘一番，就大开大合的享用餐桌。正煞有介事跳舞表现之时，村口来了新领导，对王秋社怒目而视的李国香。李满庚不紧不慢的嗑香烟，颇有几分幸灾乐祸。运动形势变化很快。李国香同志的问题，上级搞清楚了，被结合进县领导班子，是县革委会常委，我们这个可以把他们同志，还是公社革委会主任，抓革命。亲手给李国香挂上破鞋的王秋社悔不当初，边吃肉边咒骂。玉音对这些不甚了解，她只是在无数个夜晚淌着热泪思念丈夫。贵贵刚来家的憨厚与无措，院中洗脚的羞涩与懵懂，那些流转在眉目之间的情谊，还有尚未发生变故的婚礼。秦书田还是一身书生气的文化馆馆长，举着小本儿为大家排练歌舞。王秋社左右逢源的偷拿吃食，唯有李满庚蜷缩角落，满目无奈与痛苦，仿佛在宣告着这番苦难的今后。秋思之下的玉音晚起高烧不退，秦书田担忧不止，彻夜照顾。此时的李满庚与老谷却是酒入长愁，满口苦涩。魏银的钱是你交给的工作组，落。可下一秒，他只是慢慢的将手放至王秋社身上。脖子没有洗。临近清晨，王秋社才磨磨蹭蹭的离开李国香。
玉音二人将一切尽收眼底。秦书田趁机将手搭上玉音肩膀，悄悄暴露不为人知的小心思。王秋社跳窗失败，叫疼的哀嚎将扫街二人组逗得忍俊不禁。玉音偷偷在院子里转磨盘，备好小料，煮了一锅嫩白圆润的米豆腐，上料浇汤。这碗熟悉的味道摆在秦书田面前，男人大口咀嚼，狼吞虎咽。玉音看着看着就失了神，情动十分，一切都发生的自然而然。阳光明媚的时候，玉音跑去给贵贵上了坟，虔诚真实的向丈夫诉说了心事。玉音、秦书田认真的谈起了恋爱。秦书田会数着节拍，教玉音拿扫帚跳舞。阳光轻轻照在地面的时候，他们慢慢的摇摆着身体，在人发现之前接了一个甜腻的吻。街上屈辱常在，可隐藏的快乐也在两人之间偷偷蔓延开来。秦书田常常会拥着玉音看照片，呢喃着讲述着自己的过往。变故来得很快，玉音发现自己有了身孕，秦书田兴奋得不能自已，当街扔了扫帚，翻起跟头，孩子一般真挚诚恳地看着爱人。我们结婚吧，我们犯的不是不能结婚的罪。有人来了，快！这般偷偷摸摸，玉音突然有了一丝决绝。秦书田安抚着爱人，回屋认认真真的写下认罪书，提交请求结婚的证明。二人耳鬓厮磨，看着微微隆起的小腹相视，转眼就流出一丝傻气来。王秋社却看着报告嗤笑不已。你们有了真钱了？这可不敢，上级不批准，这可不敢。我们是正当恋爱。正当恋爱？是。你们是专政对象，无赖分子，没结婚这回事儿。地上的认罪书破损不堪，秦书田怔愣神色，不敢露出一丝愤懑。我们黑，我们坏，可我们总算是人吧？就算是公鸡和母鸡，公猪和母猪，公狗和母狗，你也不能不让他们婚配吧？王秋社也自觉过分，缓和了口气，愿意宽大处理。可当听闻怀孕二字，他又开始指天说地的骂人。当阶级敌人你还偷鸡摸狗，滚回去！明天我叫人写副白对子，你自己贴在门上去。家门口贴上了白对子，全村围观，议论纷纷。怎么贴白对联啊？这该有多不吉利呀！是王书记让贴的，一对黑夫妻，鬼窝。秦书田置若罔闻，看着夫妻二字格外珍视，描对正，扫灰尘。这黑白颠倒的世道，他早已学会了以本心为坚守。玉音在灶台抹眼泪，秦书田一口气叹出之前，先笑了起来，掩去一丝愁苦，宽慰着爱人的委屈。不管是黑夫妻、红夫妻、白夫妻的，总归是夫妻嘛。咱们是夫妻。玉音偷偷跑湖边买了鱼，秦书田则备了酒。夜色笼罩村庄，房中饭菜满桌，点亮灯火，为对方穿好衣服，四目相对，满是眷恋的爱意。红彤彤的交杯酒斟满，令人惧怕的敲门声响起，老谷背着布袋，乐呵呵的带酒前来。这结婚没保媒的，不能算数吧？啊！我看你们偷偷摸摸的，忙活一天了。我就想，这杯喜酒，我还是要来喝的。当他拿出红布娃娃做贺礼的时候，这对新婚夫妻难以自制的热泪盈眶。这样的时刻，还有一个人愿意前来喝杯喜酒，带份贺礼做保媒人，该是怎样的一份情谊，也当得起玉音夫妻一个跪拜的谢意。一个南下老干部，要是看不懂下你，日子就太平。无论世事如何，今日大喜，满屋红光。秦书田抹了把眼泪，为二人唱起了喜歌堂。另一边，李国香却靠在床头，无法无天，蔑视无产阶级专政。天色微亮，王秋社上街抓走了二人。暴雨之下，李国香当着全村审判。分子秦书田，有期徒刑10年，判处反动富农分子胡玉一有期徒刑3年，因身怀有孕，监外执行，叫芙蓉镇革命群众监督劳动，以观后效。雷声震耳，暴雨如注，围观者越发生无可恋。冠冕堂皇的宣言中，秦书田眼神温润地看着爱人，活下去，像牲口一样的活下去，活下去，像牲口一样的活下去。
纵使万分艰难，他们依旧坚定的、顽强的存活。玉音显怀，行动越发不便，林满庚手足无措，再帮不上一点忙。他的妻子却经常在街边顺手扶持。临盆之夜，凶险万分，老谷及时出现，将人送进了医院。玉音看着眼前的解放军医生，满眼笑意的给儿子取了名字。谷军，军，解放军的军。无论何时，这永远是老百姓心中最让人安心的身份。1979年，运动结束了，王秋社换回了粗布烂衫，满眼不忿。玉音也拿回了自己的失去。你那栋新屋决定退还给你，1500块钱也还给你。你看，你还有什么要求吗？玉音回不过神来，她颤抖着声音：还我的房子，还我的钱，你们还我的男人，还我的男人！他彻底歇斯底里，可最后也只是绝望凄苦地望着天际，别无他法。湖边游船驶来，李国香从容自得地下了轿车。政策改变，他再度高升。旁边倚栏杆的秦书田华发渐生，李国香不再张口闭口秦癫子。秦书田同志，这些年吃了不少苦吧？俩人不冷不淡的闲聊。李国香上车时忍不住回首萧旧院，一切都过去了，也许我还能帮你什么忙。秦书田笑开之后更加平静，安安静静的成个家，学着过点老百姓的日子，别总想着跟他们过不去。他们的日子也容易，也不容易啊。山峦叠翠，满池荷叶生机盎然。秦书田踏上了回家的路，夫妻终得相见，满心思念得以倾诉。虎头虎脑的儿子也见到了爸爸。你老也不回来呀？此一句就逼红了父亲的眼眶。一家团圆，这场10几年的苦难总算宣告结束，小镇恢复了活力，胡记米豆腐重新开张。秦书田学着打理，一丝不苟的点缀，笑容满面的招呼，时刻一阵打趣儿，就会引得满桌哄笑。倘若忽视他们头上若隐若现的银丝，一切都像是回到那份最初的美好一般。唯有王秋社敲着破锣嘶吼：运动了！运动了！老谷掐着烟，饶有兴致的打趣儿：这世道真有意思，叫颠子不颠，不颠的人都颠了，没运动了，阿不疯，去，我揍你！王秋社吃完豆腐就更加兴奋，是该运动了，该运动了。说到不对，要是不防着点，他说的兴许是道理。街上依旧人来人往，这个时代的旧人敲着铜锣，还在不停喊叫，真真假假，谁又知道呢？这是首届茅盾文学奖作品，作家古华书写的《芙蓉镇》，亦是中国大师级导演谢晋3部曲之一。作为当代中国电影导演第一人，谢晋以他执导的影片陪伴了观众近半个世纪，也赋予了这些时代背景下的平凡故事以史诗级的魅力。我们无法去谈那个时代的对错如何，可在电影中，我们却看到了特殊背景下的各色人等。玉音因一句富农成了寡妇，扫了大街，没了生活的依仗和尊严，与秦书田结合，却再度沦为阶下囚。房子和钱财可以赔偿，可15年的青春和尊严，以及失去的人和情感，早已逝去不复返。贵贵尽管胆怯有余，计谋不足，可以愿意为了爱人放手一搏，也会在压迫之后举刀反抗，不可谓不勇敢。文化馆长秦书田活得颇为通透，尽管生活赋予了苦难，依旧淡然处之，在各种状态下找到自己的浪漫与对生活的热爱。老谷一腔正气，身体的残缺映衬了心灵的无限高大。我们永远可以相信，那些曾经以血肉之躯保护中国的解放军战士，李满庚被规则禁锢，数次抛弃心爱的女子，又在强权下虚与委蛇，饱受良心的谴责与煎熬。其妻尽管时常醋意盎然，却总在关键时刻保留内心最淳朴的善意。上层李国香满口规则，道貌岸然，却因妒恨胡一因打击报复，不顾身份联手支书，以偷情之身
否决别人结婚的权利。尽管规则多番转变，他却步步高升，手段无穷。将人折磨殆尽之后，再一脸坦然地做起救世主。王秋社作为贫农代表，尽管生性懒惰，却因精准把握时局，逆流而上，想尽利益，却终究流于表面。尽管修整头面一身洁净，却连脖子都懒得清洗。时过境迁，依旧将运动贯彻一生，可悲且无奈。或许如秦书田所言，无论何时，人都得活下去，我们都得警惕着一些无法言说的危险，同样得永远坚信着光明正在到来的路上。请努力生存，好好生活，镜破不改光，懒死不改香，使之君子心，交酒道一章。我是焦岩，咱们下期再见。